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6年2月20日，你我目睹了全球贸易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天。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川普随后的表态和新总统令，对世界贸易格局彻底再次洗牌。尘埃落定后，谁会是最大的输家？这一切对美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正式宣布，川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下面我们简称紧急法，征收的所有关税统统违法。这个裁决不但直接推翻了高达1750亿美元已征收关税的法律基础，也从根本上动摇了第二届川普政府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政策基础。川普从2025年初入主白宫以后，就开始全面使用1977年的紧急法。这部法律原本是授权总统在国家面临异常且极其严重的外部威胁时，可以采取紧急经济制裁手段进行反击。判决川普关税败诉的罗伯茨大法官在法院发布的多数意见书中说，总统们经常使用紧急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如对伊朗资产实施冻结，对恐怖组织实施制裁等等，但从未用于实施广泛的关税。基于紧急法，川普以芬太尼走私和边境安全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20% 的关税。2025年4月2日，也就是川普宣布的解放日，川普以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为理由，宣布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并且对60个国家征收额外的 11%到50%不等的所谓对等关税。川普用紧急法向全球征税的法律依据是那个法案中的一个词，叫监管。这个紧急法的第1702条授权总统可以调查、冻结、监管、指导和强迫撤销、废除、阻止或禁止进口或出口。川普政府的逻辑是，既然法律说我可以监管进口，那征收关税就是监管的一种方式。但有大法官认为，在这个法条里提到的监管进口是否可以被解读为这是国会明确把增加关税这个权利赋予总统，这本身是不明确的。2025年4月，5家小企业和12个民主党主导的州分别在国际贸易法院和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提起诉讼。只用了几个月，案子就从下级法官裁决发展到了最高法院受理。这种闪电速度在美国司法史上极其罕见。在宣判川普基于紧急法的关税非法的这个6大法官中，3位是倾向于传统派的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戈萨奇和巴雷特。另外3位是自由派大法官，他们是索托马约尔、开根和杰克逊。虽然这6位大法官都对川普关税投了反对票，但他们引用的法律基础却截然不同。3位反对川普关税的偏传统派的大法官的法律基础是一个叫重大问题原则的概念，这是近年来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频繁使用的一个宪法原则。核心逻辑是，当总统代表的行政部门声称某项法律赋予他们一项具有巨大经济或政治意义的权利时，他们必须指出国会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做出了明确且清晰的授权。罗伯茨在最终判决的多数派意见书中谈到，总统仅凭法案中监管和进口这2个词，就声称拥有对任何国家、任何产品以任何税率、任何时间征收关税的这个独立权利，这2个词是承担不了如此巨大的分量的。征税权是宪法第1条明确赋予国会的核心权利，也就是所谓的钱袋子权利。总统不能凭紧急法中监管进口这2个措辞，就给自己推演出一项不受任何限制的制定关税政策的总统权。
同时，另一位传统派大法官戈萨奇还特意写了一份长达46页的协同意见书，专门为重大问题原则的宪法地位背书。他警告说，如果没有重大问题原则这样的宪法原则，我们的分权和制衡体系就可能让位于独裁，那不是共和国的配方。3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也反对川普的关税，但他们拒绝认可重大问题原则这部分的论述，因为最近在多个案件的判决中，包括环保法规案、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案等，保守派大法官都是引用了这个重大问题原则，推翻了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自由派担心，如果他们在本案背书这一原则，就等于他们全面支持这个宪法的原则，这会让他们在未来处于更被动的位置。因此，自由派大法官们选择了所谓的严格的文本主义这个法律原则来作为自己的判决依据，声称整部紧急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关税、税或者税收这样的字眼。不过，这种殊途同归的判决结果却揭示了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一个现象：当行政权力扩张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即便是意识形态对立的法官，基于不同的法律哲学基础，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造成联手制衡的现实。投票支持川普关税的少数派大法官，也就是托马斯·卡瓦诺、阿利托，他们又是什么想法呢？托马斯大法官在他18页的独立异议意见书中，提供了一个被多数派刻意忽略的维度。芬太尼危机和跨国犯罪组织，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在这种特殊语境下，关税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管理那些被犯罪组织利用的国际贸易体系。他认为，当外国政府纵容或无力阻止犯罪时，比如中共在毒品原料监管上的缺失，以及墨西哥对贩毒集团的打击乏力，美国总统必须拥有经济杠杆来迫使这些国家采取行动。关税就是这种杠杆，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托马斯还提到，紧急法的前身是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当时尼克松总统就基于监管授权，成功实施了附加关税，而且得到了当时联邦法院的认可。关税在历史上一直就是管理对外商业的最核心、最正统的工具之一。多数派拒绝托马斯的理由是，一旦接受紧急状态加国家安全可以成为绕过国会进行征税的理由，那总统就可以宣布任何情况都是紧急状态，从而让总统获得不受限制的关税权。罗伯斯警告说，法院应当对行政部门利用紧急状态来侵占和平时期国会权力的行为保持高度怀疑。另一个反对派大法官卡瓦诺的63页异议意见，却是所有大法官的意见书中最具实际效应的。卡瓦诺的意见书简直就是一份给川普政府提供的替代法律方案操作手册。卡瓦诺说，尽管我坚决反对法院今天的判决，但该裁决可能不会实质性限制总统未来下令征收关税的能力，因为众多其他联邦法律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那些法案可能为本案所否决的几乎所有关税都提供正当的法律途径，尽管那些关税需要一些额外的实施程序。卡瓦诺举了5条替代法律途径。第一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针对国家安全的关税。第二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针对国际收支逆差的临时关税。第三是第301条，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关税。第四是201条，产业保障关税。第五是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针对歧视性贸易的报复性关税。卡瓦诺大法官将多数派的裁决定性为对川普关税政策从法律程序上的纠错，而非实质性的否定。他说，本质上法院今天的结论是，总统勾选了错误的法律依据，依赖了紧急法而不是其他法律来征收这些关税。潜台词就是，川普关税本身不违法，
违法的只是法律依据。川普政府的快速反应证明了卡瓦诺这份路线图的实用性。裁决发布仅数小时后，川普就签署行政令，援引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宣布启动新的301条款调查。21日，把122条款关税又增加到最高允许的15%这个上限，印证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没有终结川普的关税政策，只是逼迫川普选择另一条法律轨道。卡瓦诺作为这个判决的少数派，他的异议意见书本身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他却成为了川普政府最实用的行动指南。这揭示了司法裁决的一个悖论：有时候失败方的意见比胜利方的判决更塑造现实。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造成川普政府失去了什么权利，还剩下什么权利？首先，川普失去了他在关税问题上的任意和随性。基于他过去对紧急法的解读，紧急法让他拥有3无优势：无税率上限、无时间限制、无需调查程序。因此，在过去1年，川普充分利用这把瑞士军刀，在宣布紧急状态后，立刻对任何国家、任何商品以任何税率征收关税，并且可以随时调整。这种灵活性是其他法律无法给他提供的。那么剩下的5个司法工具，川普可以使用，但每一个都有自身的紧箍咒。比如，在最新的总统令中，川普依据的第122条，那是针对国际收支逆差的临时关税，税率上限只有15%，有效期只有150天，除非国会延长，而且必须统一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能针对特定的国家。另外，贸易扩展法有关国家安全关税的第232条，这个法律工具无税率上限且无期限限制，但它要求商务部必须进行长达270天的调查，而且只能针对特定产品类别，比如钢铁、铝、汽车。虽然川普已经在钢铝等领域广泛使用这个法律，而且已经启动了200多项新的调查，但问题是这都需要时间，而且国家安全的定义也会成为下一轮法律战的焦点。那么第301条就是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关税条款，它没有税率上限，但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进行长达9个月的正式调查，并征求公众意见，而且只能针对特定国家的不平等贸易行为，每4年要重新审查一次。目前川普已经基于这个条款，对中国约37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7.5%到25%的关税。这部分关税不受这次裁决的影响，但要扩大范围就得重新走流程。那么第201条就是产业保障关税，也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必须进行180天调查，并举行公开听证，而且税率上限是50%，适用期限最长8年，而且需要逐年降低，而且只能针对特定产业，而不是国家。最后那个第338条款，也就是针对歧视性贸易的报复性关税，税率上限是50%，可以针对特定的国家，但从未被实际使用过，没有司法先例，法律边界完全没定义，几乎肯定会面临法律挑战。因此，耶鲁相关专业团队对最高法院裁决的结论是，川普政府未来将不得不采取拼凑多个法律的策略，比如通过第122条提供短期过渡，就是川普现在做的，同时加速推进第232条和第301条的调查，来建立中长关税框架。摩根斯坦利银行也警告说，用替代法案重建此前川普基于紧急法的关税体系，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总之，各方的共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川普关税政策的终结，但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确削弱了川普政府的执行力。川普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在一夜之间对全球贸易格局进行外科手术式的重构。新的法律依据要求必须提前规划，进行冗长的调查，接受国会和司法的审查。关税政策从总统的独角戏变成了3权分立的协奏曲。
显然，这个裁决让川普阵营非常愤怒，我也非常理解这种愤怒的合理性。但这个案子把川普的关税政策从行政特权的灰色地带拖入了宪法审查的聚光灯之下，迫使以后每一项关税措施都要面临更严格的法律审查过程。这对川普政府来说是约束，但戈萨奇大法官在他的意见书中说，立法过程的深思熟虑正是美国政治体制设计的意义所在。目前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的后效应还在发酵中，它在美国引发的首要问题就是，既然这些关税是非法的，那美国政府要不要退款？据估计，目前基于紧急法的关税已经高达1750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收上来的关税到底退不退还？如果退还，退还给谁？退还多少？等等，这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判决中，最高法院却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建议，只是把这类问题发回给国际贸易法院，让他们裁决。但是，川普对退税的态度在他的记者会上已经很直白地表述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不退。川普声称，这些寻求退税的司法诉讼可能需要2到5年才有结果。如果谁有这个时间和耐心和他耗，那我们就法庭见。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起和退税相关的诉讼在法院等待审理，其中包括像 Costco 这样的大型零售商提起的诉讼。因此，卡瓦诺大法官警告说，这一过程将会是一团乱麻。最高法院裁决的一个即刻后果就是川普在裁决数小时后公布的总统令。这个总统令利用122条款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到第二天21号又升为15%。那最高法院裁决和新的122条款关税这套组合拳，对谁是温柔的按摩，对谁是致命的打击呢？深入分析你会发现，这次看似关税普降的司法裁决，对中共来说却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最危险的一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国际贸易这个战场上，真正决定生死的并不是你背负的绝对关税有多高，而是你和你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税差距有多大。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对中国商品关税大约是45%，这里边包括301条款规定的大约25%，加上基于紧急法的对等关税的10%，再加上芬太尼相关的10%这样的关税。与此同时，越南面临的只是对等关税的20%，印度是25%，马来西亚、泰国这些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19%到20%的对等关税，也就是中国关税此前大约是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这些东南亚国家的 2.25 倍，是印度关税的 1.8 倍。那么2026年2月20日之后，这个账本被彻底改写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面临的是15%的122条款关税，而中国负担的是25%的301条款关税，丝毫未动，再加上新的122条款的15%的关税，总共是40%。因此，对中国的关税就从原来是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这些国家关税的 2.25 倍涨到了 2.7 倍。我们为什么特意把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这些国家拿出来和中共国相比呢？因为这些国家目前直接和中共在抢美国基本消费品这个供应链。即使是川普，他也非常清楚，把所有的产能，包括像衣服、鞋帽、玩具等这类普通消费级的产能和供应链也拿回美国国内，那个可能性非常小。川普强调回归美国的那些产能和产业链，主要是那些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核心技术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产业链。因此，哪个国家拥有了对美国消费品的供应链，那这个国家就永远拥有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富足的消费者市场，这个国家就拥有了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引擎。中国制造业20多年前的崛起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但是在美国基本消费品市场需求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美国消费品供应链上的国家之间就在玩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
2018年，川普对中共发起的第一次贸易战，结果是中共和东南亚国家在关税方面存在的差异，引发大量美国消费品产业链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且关税差异越大的领域，产业链流出中国的力度就越大。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川普122条款关税的组合效应是，让中国关税相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从约2倍在一夜之间就暴涨到了2.7倍。但是让中共更闹心的还有个时间因素，这些东南亚国家面临的15%的122条款关税有个150天的上限，到2026年7月24日左右就会自动到期。如果美国国会不延长，或者没有什么替代方案，那么这些东南亚国家关税就会降到几乎为0的状态。但是因为中共目前背负的关税中25%的关税是此前基于301条款的，因此这些关税的法律基础极其牢固，几乎不可能通过行政或司法诉讼的途径推翻。而且我们前面提到了，川普政府已经启动了200多项基于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新调查，涵盖医药、半导体等多个战略产业，而这些领域和调查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共的，而且这些调查都暗示着中共的税率未来大概率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无论是从当下相对税率的角度，还是未来税率增长的方向，中共注定在这场突发的变故中会成为对美贸易最大的输家。供应链有一个引力场理论，中国过去20多年构建的数百万制造业企业、上亿的产业工人，共同编织成一张密度惊人的产业网络。这张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引力场，把全球的订单、资本、技术牢牢吸住。要让一个企业脱离这个引力场，就需要有足够大的推动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税率相对差异，以及和未来的趋势，都在推动目前还在中国的外贸企业脱离中国。出口型制造业离开中国从2018年就开始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转移有迹象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再次打破中共努力维持的这个僵持状态，而且这样的产业迁徙大概率会触发羊群效应。当第一批企业搬走时，他们会带走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当配套企业减少时，留下的企业成本会上升，进而触发更多企业离开，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一旦启动，就很难逆转。第122条款设定的那个150天的时限，看起来是美国法律给川普政府设置的约束，实际上也是给中共设置了一个战略困境。中共和川普政府计划对双边贸易的一系列议题要进行谈判，在未来的谈判中，如果中共选择等待和观望的策略，结果可能会造成122条款税率到期而被迫全面取消。那个时候，中共将面临25%的关税，而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将面临0关税。这将进一步推动供应链转移离开中国的这个动力。如果中共选择和川普政府积极谈判，在150天内与美国达成让川普满意的贸易协议，以此来降低基于301条款的那些关税，那就意味着在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削弱了川普谈判筹码的情况下，中共依然做出实质性让步。在目前中共权力极度敏感期，这样的做法会极大损伤习近平的强人形象，给他的政敌提供攻击点。那么反之，在谈判中，如果中共因为美国法院的这个判决而产生误判，选择对川普政府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甚至不惜再次动用报复性关税、限制稀土出口、打击美国企业等手段，那样的结果只能让美国人更清醒，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巨大政治风险。因此，3条中共可以选的道路，无论是哪一条都没有好的结果。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时，没有任何一个大法官是为了重塑全球供应链或者是打击中国制造业而投票的。多数派大法官投票的理由很简单，
维护宪法第1条赋予国会的征税权，制衡总统的行政权力过度扩张，这是美国宪法体系的日常运作。那随后，川普引用122条款，也不是为了帮助东南亚孤立中国，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在最高法院打掉了他基于紧急法的关税之后，他迫不及待地用任何可用的法律工具来尽可能的部分维持他此前的关税收入，为美国争取时间，同时避免财政上出现巨大的窟窿。这两个看似和中共无关的决策，却通过全球贸易这个复杂的体系，共同触发了一个让中共对美贸易更加艰难的新现实，让供应链在中国以外的重组从边际可行变成明显有利，让中国制造业从承压但稳定变为面临可能雪崩。没有人在2026年2月19日的晚上可以预见到第二天会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分水岭，但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中共再次被意外流弹给精准击中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躺枪。当法律、政治、经济这3个系统的变量同时发生微小变化时，它们在复杂体系中的交互作用就会产生远超任何一个单一变量的宏观效应。当然，这个过程中中共到底是无辜躺枪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根据川普的说法，这个引发最高法院如此重大裁决的那个诉讼案，其中就有中共的影子。在20日，在判决当天，川普举行的紧急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您刚才说最高法院受了外国利益的影响，那是什么意思？”川普回答说：“我认为外国利益是由一些我认为拥有不当影响力的人代表的，他们对最高法院有很大的影响力，无论是通过恐惧、尊重还是友谊，我不知道。”他后来还说：“我们被那些人用卑鄙的手段起诉了，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以外国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或以其他的国家为中心，而不是以美国为中心。”无论中共是否如川普暗示的，利用他们在美国的代理发起了这个起诉案，此时此刻，中共剩下的就只有无奈。中共以为可以动用举国体制来应对美国的压力，甚至可以通过渗透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决策，但一场混战后出现的后效应形成了意外流弹，这却是中共始料不及、防不胜防的。我简单回顾了一下过去这5-6年，中共遇到了大量的类似的躺枪事件，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这个事情，我惊讶地发现，中共被这类流弹击中的比例高到了无法用自然随机来解释的这个程度。这就不得不让我开始思考，历史是否真的在冥冥之中向我们暗示中共的未来呢？未来，如果我们回顾2026年2月20日这一天，我们看到的将不仅仅是一次司法裁决，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关税政策，而是全球供应链重组进程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不是因为某个人的精心设计，而是因为多个系统在同一时刻的共振。在接下来的150天里，我们将继续见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场不在台海和南海，而在全球每一个跨国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在每一份供应链转移的可行性报告里，在每一个是否撤离中国的艰难决策里。而历史正在这些看似微小的抉择中悄然改写。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口译了川普在关税判决书发布后的紧急记者会和同一天贝森特关于关税判决的发言，对大家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很有好处。希望大家能够一步观看，并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